男生，再给你一次机会，有还是没有？所以一个寓言叫做“狼来了”。一开始说好玩，哎，说着说着，狼真的来了。在最开始的时候，在你心目当中觉得它老实，对吧？像一只羊。后来发现穷追不舍，像只狼。但其实像羊或像狼都没关系，要么就像一只羊，待在一个地方，好好的等着你，乖乖的；要么就像一只狼，天天追着你，你去哪儿演出我就跟着，我不求有任何的回报，但只求能够待在你身边。但问题是，现在这个男人，羊不是羊，狼不是狼，他自己都分不清楚，他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自己尝试的想象一下，即便他答应了你的要求，你们俩安生的在一个地方过日子，你觉得那会是你想要的生活场景吗？我觉得应该会吧。你了解他吗？他会跟你在一起固定生活，洗衣做饭，生孩子，你觉得会吗？这个你明明知道不会，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你现在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价值，你所谓的所有的付出的价值，在他眼里都不被认可。人家在想尽办法的支开你，明白吗？其实，在你心目当中，你大概最初认为你是猫，它是老鼠的，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你不是那只猫，它也不是那只老鼠，谁在逗谁玩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男生说：“我对东北女孩完全没有抵抗力。”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但就这句话本身而言，你对于这个女生本身不是爱，是一种迷恋。迷恋往往靠的不是生活当中扎实的了解，而是靠自己的幻想，所以她其实根本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女人。你别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爱情没有，工作也没了。你这样千辛万苦的尾随着她，其实在她眼里一点价值都没有。你为什么不说我很讨厌你呢？如果你只要说句讨厌他，今天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你们彼此都不浪费时间。表面上是一句狠话，表面上下不了嘴，但一旦下了嘴，就各奔东西，不好吗？把话说狠一点，该怎样怎样，不要藕断丝连，好吗？否则的话，你就会作茧自缚。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我知道，但我觉得这很正常啊，一点又不是我有什么刻意隐瞒着他，我所有的电话我都在他面前接，包括我认识的每一个女孩子，我都会告诉她，哎，我今天这个，她会有的时候会偶尔会问我一下，她就算不问我，我基本上我出去吃个饭，我都会说，哎，老婆，我今天要跟谁出去吃饭啊？我都会讲，然后我说要不行的话，我说你跟我一起去吧，我说现场女孩子也挺多的，我说你要不跟我一起走吧，然后她说，哎呀我很忙啊，那我不愿意啊啥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心里自己又没鬼，我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就是因为我本身一个是工作需要，一个可能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可能跟女孩子接触的更多一点然后所以其实你也并不介意她的感受，是吧？也不能说完全不介意，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正常。没有啊，你有一次就是什么电话都知道了。有一次人家给你打电话，是我怀孕的时候，我去我娘家了，然后我回来以后。然后他在桌上，我们大家一起在吃饭嘛，就还有他爸妈，他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在有事儿，我在忙，我先挂了。然后我就当时觉得他那个表情也很不自然，然后话筒传出来的声音也是女孩子的声音。当时我没有说什么，然后等到吃完饭以后，然后我说我们出去散个步吧。我说刚刚谁给你打的电话？他说网络电话。然后我说网络电话吗？我说我打过去试一下啊。然后我就打过去，然后他那个电话里说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然后我当时就很好奇，怎么刚刚打过来的是有人接的，现在就拨过去就是网络电话。然后我就问他，他当时就发脾气了，他说你不相信你可以查呀。
后来我就去查了，我一查吓了一跳，那个有个电话你知道吗？每天大概有10几个通话，然后每个通话都在40几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然后我把那个号码拿出来对了一下，跟我刚刚拨出去的电话就最后1位数是相差了1个，比如说是8，他把最后一个数字改掉了，改成9，打过去就是空号。哎呀，这是一个谍战剧哎，都聪明哎，这改。你一直说他小心眼儿，是吧？他的确小心眼儿，但小心眼儿好过于他有心。你是没心。你跟那些男生在一起，你不亏心，我相信你不亏心，因为的确没什么，因为你也没有心。你跟别的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想过他的感受，你没有不忍心，那也源于是你没心。你说你大大咧咧，就是没心没肺嘛。一个没有心的人是不懂得自己在乎什么和不在乎什么的。当一个男人对你说你不像个女人，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当一个男人觉得可以跟男人之间开的玩笑做的事在一个女人身上发生，你不要以为这是心直口快和率性，他没有把你当女人的本身就没有尊重你的性别。一个女人就应该时时刻记得我是个女孩子，什么是我能干的，什么是我不能干的。你自己也知道他作为一个男人不能做跟你同样的事情，跟2个女人去喝酒，为什么你做不到呢？一个男人尊重一个女人的方式就是知道，我尊重女人的方式，我知道她跟我不一样。男人可以干重活，女人不行，我们应该照顾女人。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她不能经常喝酒，应该照顾她的身体。女人跟男人不一样，晚上要早点送她回家，这叫做尊重女人。爱是一种本能，但是包容是一种选择。我觉得男生对女生是有爱的本能的，虽然有些方式很不正确，比如说打击报复，但其实是源于一种在乎。在这一点上，你没有选择包容，也没有学会宽容，这是你最大的问题。所以你一个男人不像一个男人，变得像成一个女人。但是他比你更惨，他没有爱的本能。我相信，如果这个女生如果真正的哪一天除了你之外再次跨入爱情的时候，她遇上了一个真正自己爱的人，她就会去百般的在乎他的感受。如果她有了这样的一种爱，她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对于自己的重视和对于别人的重视。她就会去想象，我半夜3更回家，她会不会担心呢？我跟2个男人在一起喝酒，她会不会生气啊？她在我旁边，我跟另外一个男人聊得那么欢，我是不是会让她不舒服呀？如果你真的学会爱上一个人，你内心就会有这种爱的本能和在乎自己的本能。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时时刻刻告诉自己我是个女人，并且我是她的女人。而你没有，你内心就是我不属于谁，别管我，把我丢在男人堆里，我属于任何一个男人，因为我自己就是个男人。那还谈什么恋爱呢？如果今天要分手，你也应该百般的感谢自己遇上了第一个把自己当成女人的男人。他是因为你是一个女人才走进了你，才爱上了你。而那些把你当成男人的男人，不过把你当成了一个玩伴而已。就这样。来，请关门。他有他的性格，他有他的想法，所以他会享受他的幸福，他会遭他自己性格带来的罪，这个大概谁都控制不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距离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请开门。
来，克制啊！女生，我以前都会问你为什么还出来呀？得到答案无非是一句话，我觉得他是能改。我告诉你啊，我明确的告诉你，就像你们这样的感情，我是绝对不会祝福的，绝对不会祝福，我也不会去见证你们之间所谓的情感。既然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儿，接下来你只能是在劫难逃。你今天连一点姿态都没有摆出来，接下来你的罪会越来越多，你会越来越难受。啊，来吧，我们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没什么，你们觉得好就行了，姑娘，我们说的都不重要啊。来，我还得说祝你们幸福，因为在我看来，幸福有的时候就是无数个错误来铸就和铸成的，因为很有可能你们今天在一起，真的意识到问题了，好了；还有一种是没意识到问题，后来总有一个人受不了走了，受了伤。但是生活不就是在受伤当中成长吗？所以姑娘，如果你决定原谅了他，跟他在一起，就好好的把头抬起来。小伙子啊，如果你真心想改，或者说我来控制自己好好爱他，也把头抬起来。日子是自己过得舒服和不舒服最重要。我们这些人说什么，不就提供一个思考的维度吗？仅此而已。本节目礼品是由伊贝诗提供的保湿。你抢救也抢救不回来了啊！所以说，这个孩子就是在靠，就孩子很遭罪是吧？哎，就是在挺，天天他的指标往下降，降到最后人那天，你说降到什么程度？孩子的白细胞就剩0.39，很危险，你就已经面临着死亡了。他不管不问，等到他去的时候，就是跟大夫敢吵吵，说护士不行，给我孙子抽血。不行，给我孙子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就不让你检查。你说不检查，你这孩子不检查怎么重要？你说那个不对，那个是因为啥呢？当时孩子有病时候报医院时我也去了，去了之后，当时大夫说我们说啥？说你这个看不了吧，你可以给我转院转到北京。但是大夫说这种病情吧，我看着过，这孩子好像没啥问题，我给你治个3天5天的，我看看，要是不行的话再转院。你都知道现在的。每天抽血，10了管血，10了管血，每天在抽，给孩子血都你孩子这个病嘛，就是到哪儿确诊都是这个病了，就是有。你搁这块化验的也都是拿北京去化验的，你不知道吗？也是拿北京去化验，一样是，就说到最后，你这个孩子，你想转院都已经转不了了，行，明白，就坐飞机都走不了了。等于在孙子生病期间，他还添乱，是这意思吧？对呀。